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娱乐资讯频道。每逢大型影视奖项公布名单，最容易引发讨论的，往往不是已经确定获奖的人，而是那些没有出现的名字。近日，围绕金鹰奖相关提名名单的讨论持续升温，其中肖战是否进入最佳男主角提名范围，成为不少网友关注的话题。有人遗憾，有人觉得意外，也有人开始从奖项含金量、演员表现以及观众认可度等角度展开争论。更有意思的是，网络上还出现了一些看似支持肖战，实际上语气非常夸张的评论，例如没有肖战就不合理，没有肖战这个奖还有什么含金量等说法，看起来像是在替演员鸣不平，但如果仔细观察表达方式，很容易发现其中存在明显的情绪化甚至反串的成分。其实，这种说法反而容易把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带偏，因为一个奖项有没有价值，绝不能简单的用某一位演员有没有入围来判断。奖项的评审体系、作品质量、角色完成度、行业评价以及评审周期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最终名单。同样，一个演员没有进入某一次提名，也不能直接推导出他的作品没有价值。这两个问题必须分开来看。肖战近年来一直处于较高关注度之下，他主演的影视作品也不断受到讨论，尤其是《藏海传》的播出，让他的表演再次成为观众讨论的重点。作品获得相关关注，本身就说明演员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多元的评价环境。所以，与其纠结为什么没有肖战，不如换一个角度思考，演员真正的成长，到底应该依靠一座奖杯来证明，还是依靠一部又一部作品来积累？这或许才是这场讨论最值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观众看影视奖项时，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只要演员没有入围，就意味着输给了别人。但实际上，奖项从来不是一张简单的实力排行榜。影视表演尤其如此，演员面对不同角色时，需要完成的不只是台词和情绪，还包括人物逻辑、身体状态、眼神变化、节奏控制以及与其他演员之间的互动。一个角色是否优秀，也不完全取决于观众是否喜欢演员本人。因此，当我们看到某位演员没有出现在名单中时，理性的做法应该是讨论作品本身，而不是立刻把结果上升到奖项没有含金量。事实上，与肖战一样受到关注的还有不少实力派演员，包括杨幂、赵丽颖、孙俪等演员。他们过去都曾凭借作品获得大量认可，也经历过不同奖项中的提名与落选。如果把没有提名等同于没有实力，那么影视行业几乎所有演员都会陷入一种荒谬的循环。同一届竞争者越多，结果就越容易出现遗憾。一个演员没有进入最终名单，并不意味着他的努力突然失去了价值，更不意味着过去取得的成绩需要被重新定义。从这个角度看，肖战这次受到讨论，其实也反映出他的公众关注度。如果一个演员完全没有讨论度，可能根本不会形成如此大的话题。而肖战的情况恰恰相反，无论是《藏海传》还是此前参与的其他影视项目，他的每一次角色选择都会受到大量观众关注。这种关注既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压力。所以，对于演员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每一次都赢，而是面对不同评价之后，还能不能继续拿出新的作品。
如果只把视线停留在有没有提名这件事上，反而容易忽略作品本身。《藏海传》能够进入相关奖项讨论范围，本身就说明这部作品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行业与观众影响。对于肖战来说，这种作品层面的积累，其实比一次网络上的输赢更值得关注。尤其是对于流量较高的演员而言，观众对他们的评价往往会经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早期，大家可能更多关注外形、热度、话题以及商业价值。随着演员不断进入影视领域，观众自然会开始提出更高的问题：这个演员能不能真正驾驭复杂角色？他的表演有没有变化？他能不能摆脱过去的舒适区？下一部作品会不会比上一部更进一步？这些问题才是演员长期发展真正绕不开的考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肖战面对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奖项的考验，而是长期职业生涯的考验。一次提名能够带来掌声，一座奖杯能够留下荣誉，但真正决定演员能走多远的，依然是作品。对于观众而言，一部剧播出之后留下的角色记忆，往往比一张奖项名单更加持久。很多年以后，人们可能记不清某一年某个奖项的完整名单，却依然能够记得某个角色的眼神、某句台词、某一场戏带来的情绪。这就是影视作品最特别的地方。因此，讨论肖战有没有进入最佳男主角名单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因为一次结果就否定他的作品，也未免太过简单。更成熟的评价方式应该是认可优秀，也允许遗憾，可以提出质疑，也应该尊重不同观点。这才是影视讨论真正应该拥有的尺度。娱乐圈话题最容易出现一种现象，原本只是一个正常的奖项讨论，最后却变成粉丝与粉丝之间的对立。一个人说我觉得肖战应该入围，另一个人马上回复你是不是觉得其他演员都不行？有人说这次名单很合理，又有人马上把这种观点理解成故意针对肖战。结果，真正应该讨论的作品和表演，反而被各种情绪覆盖，尤其是所谓的反串。表面上极度夸张地支持某位演员，实际上却故意使用容易引发争议的表达方式，然后等待其他网友产生反应。这种做法看似聪明，实际上只会进一步制造对立。真正喜欢一个演员，不需要通过贬低奖项来证明；真正认可一个奖项，也没有必要通过贬低演员来表达。这两个逻辑完全可以同时成立。我们完全可以说，我喜欢肖战，也认为他这次没有入围令人遗憾。同时也可以说，我喜欢肖战，但我不会因为他没有入围，就否定其他入围演员。这才是真正成熟的追星方式。尤其是这次受到讨论的演员阵容中，于和伟、王宝强、胡歌、郭京飞等名字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行业代表性，能够进入竞争范围，对他们而言同样是对职业积累的一种认可。所以，最有意义的讨论不是谁赢了，谁输了，而是看看不同演员在同一个时代里，究竟为影视行业带来了什么。演员之间可以竞争，但观众没有必要把竞争变成敌对。如果一部作品能够让人思考，如果一个角色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那么它就已经完成了影视创作最重要的一部分价值。奖项可以决定某个夜晚的掌声，但观众的记忆才可能决定一部作品的生命力。对于肖战来说，这次相关话题最终会慢慢过去，
今天大家讨论的是提名，明天可能讨论新作品，过一段时间又可能讨论新的角色。娱乐行业的节奏一直如此。真正值得观察的是肖战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尤其是在影视道路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观众对他的期待也正在发生变化。大家不再只满足于看见肖战，而是希望看到一个更加成熟、更加有层次，甚至愿意挑战不同类型角色的演员。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当观众开始对演员的表演提出更高要求时，演员才拥有继续突破的动力。至于网络上流传的各种新项目消息，包括有关肖战与张艺谋导演新电影《守密者》的讨论，目前更适合保持理性态度。对于尚未得到正式确认的信息，观众可以关注，可以期待，也可以讨论，但不要把网传内容直接当成已经确定的事实。这不仅适用于肖战，也适用于整个娱乐圈。我们可以喜欢一个演员，可以期待一部作品，可以因为没有入围而感到遗憾，但没有必要让一次奖项结果决定我们对一个演员全部职业生涯的判断。演员真正的价值需要时间验证，一部作品不够，就再看下一部；一次评价不够，就继续观察；一次遗憾也不代表终点。对于肖战来说，真正重要的或许不是这一次调题引发了多少争议，而是未来还能不能用新的角色让观众看到更多可能性。这才是比奖项名单更加漫长，也更加值得期待的答案。所以，与其纠结没有肖战是不是不合理，不如把问题留给时间。如果未来肖战凭借新的作品再次站上更重要的舞台，那么今天的争议自然会成为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小注脚。而如果他能够不断突破自己，那么一次没有提名，又何尝不能成为继续前进的动力？最后，也想问问大家，你们怎么看待这次围绕肖战金鹰奖相关提名的讨论？你认为演员的实力应该更多由奖项证明，还是应该交给一部又一部作品和角色来回答？如果你喜欢肖战，你最期待他下一次挑战什么类型的角色？感谢大家看到这里，也感谢每一位愿意理性讨论影视作品的观众。喜欢可以支持，期待可以表达，但面对未经证实的消息，请记得保持理性，不造谣，不攻击，不盲目跟风。我们下期再见，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Cohen